7月底，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28%，这是他执政以来该数据首次跌破30%，甚至比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还要低。周三的记者会上，尹锡悦还就此表示，就职以来既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也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他将继续全力以赴。韩媒称，在外交领域，尹锡悦也正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机。仅就对华关系来看，韩国加入了美国为了牵制中国而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但外界也看到，尹锡悦在本月初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访韩国时，并未与其直接会面，因为就在访问韩国前，佩洛西一行不顾中方严正反对，执意窜访台湾，对台海局势进一步挑衅。同时，本月9号，韩国派外长朴振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青岛进行长达5小时的会晤。两国舆论认为，这是韩国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韩中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以及对华政策的灵活与务实。另外，在美国推出所谓芯片联盟的构想，试图在芯片发展上制约中国。于是，尹锡悦政府明确将朴振青岛之行凸显为事宜之旅，当面向中方澄清韩国的芯片政策。周三，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在一场活动中表示，中国是韩国重要的经济伙伴，排除与韩国紧密合作的中国，就难以谈及印太地区的未来。朴振解释，韩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谋求和谐合作，进行坦率务实的战略沟通。在中韩建交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朴振表达了对两国关系的期许，将放眼未来30年，共建彼此尊重、追求共同利益的崭新韩中关系。周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朴振有关表态予以积极评价。中方愿同韩方一道，把握好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开辟中韩下一个共同发展繁荣的30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周三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就职100日，他当天在记者会上重申，只要朝鲜放弃核武，将向朝鲜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并且只要朝鲜表明对无核化的坚定决心，韩方将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不过，朝鲜当天已发射2枚巡航导弹作为对尹锡悦就职100日的回应。朝鲜给尹锡悦的大胆构想泼冷水，有何考量？来看报道。尹锡悦在就职100日记者会上就韩朝会谈表示，他从竞选总统时起就始终强调与朝对话的必要性。他认为，韩朝首脑会谈或工作层磋商不能成为政治秀，应实际惠及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永久和平。他再次提到自己日前在光复节致辞中提出的对朝大胆构想，并进一步表示，这是一个框架性的对朝援助构想，即朝方停止开发核武，韩方将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具体包括提供推动朝美关系正常化等外交支持，考虑减裁常规武器，提供有关粮食、农业技术、医疗、基建、金融及国际投资的援助。他强调，光复节讲话提出的无核化路线图并不意味着先弃核后补偿，而意味着只要朝鲜表明对无核化的坚定决心，韩方将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我觉得对于当前的半岛的局势啊，这个很难起到一个根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要起到作用的话，就是要对症下药，然后呢要从根本上去加以解决。那么所谓的症结啊，半岛局势的症结还是在于美朝关系，在于美朝的这样的一种对立啊。如果说美朝都没有实质性的跟进的话，那么问题很难解决。那么所谓的根本呢，就是说还是这个半岛的问题在于这个半岛仍然是一种冷战结构啊，美朝之间也没有关系的一个正常化，所以只有去在这个如何实现无核化上面拿出一个真正的大胆的举措，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周一，尹锡悦在光复节致辞中公开了自己对朝大胆计划的构想，称若朝鲜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将帮助朝鲜划时代的改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质量。还表示可在与朝鲜达成核协议之前，推进以韩国粮食交换朝鲜矿物资源的 RFEP 项目。随后，有韩国外交部高官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美正在就此构想展开协商。该官员表示，美方对大胆构想的目标、原则和方向表示了强烈支持，双方将在今后协商相关实施细节的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心意啊，非常的有限。那么很多人呢都评价它实际上跟原来李明博政府提出的所谓的无核开放3000啊，实际上差不多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意义有限。美国呢现在对朝核问题应该是采取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态度。那么就其内容来讲呢，我觉得也很难期待得到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不过，就在尹锡悦就职100日当天，韩国军方人士透露，探测到朝鲜凌晨在平安南道温泉郡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2枚巡航导弹，韩美正在分析其具体参数。这是朝鲜时隔2个多月再次进行试射活动，也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的第4次。有分析认为，朝鲜是在给尹锡悦的对朝构想大泼冷水，也意在针对周二启动的为期4天的美韩预备演习危机管理演习。危机管理演习会在朝鲜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状况，提前掌握避免战争的危机管理步骤。至于将在下周展开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则将结合政府演习及军事演习，提升韩国国家整体作战能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7月底曾警告，若韩方持续挑衅、威胁朝鲜安全并加剧军事紧张局势，将为其付出相应代价。当时外界就预测，朝鲜很可能会以韩美军演为由，再次试射导弹。周二至周三，美韩还举行第21次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就应对朝鲜威胁的延伸威慑战略、萨德基地正常化、美韩日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全面讨论。双方商定以下周正式启动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契机，在朝鲜半岛一带扩大联演的范围和规模，以加强联防态势。据韩国国防部介绍，双方还就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动向进行交流，并重申，若朝鲜强行进行核试验，韩美将予以坚决而强有力的应对，包括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所谓的延伸威慑，就是美国啊对于这个盟国他所感受到的核这种威胁啊，他来提供这种延伸的保护。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这种加强版的核对抗啊，因为在这种所谓的延伸威慑之下，可能会有美国更多的这种核力量会部署到一些战略武器啊，会部署到半岛，这样的话无形当中也会加大这个半岛相关方面的一些误判的一些风险，增加对抗的可能性。您认为朝鲜周三凌晨在平安南道温泉郡再向西部海域发射2枚巡航导弹的目的何在？我认为朝鲜这次发射2枚巡航导弹的目的是一石二鸟，一是为了在军事上做表态。这个军事上的表态，不仅仅是发泄对美韩即将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不满，更为关键的是，要回应上周末刚刚结束的美日韩澳加等国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龙联合军演。因为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就是演习如何探测与追踪朝鲜发射的导弹，以便进行有效的拦截。所以朝鲜方面就趁太平洋龙演习刚刚结束，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尚未开始的这个空档期，趁机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其二，这是为了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上的表态。这个表态的时间点既选在了韩国总统尹锡悦就职满100日的时候，也选择在了尹锡悦在光复节上发表对朝政策演说2天之后，其目的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回应韩方，表明自己不接受尹锡悦发表的对朝政策演说的态度。那在您看来，朝鲜方面为什么会不接受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的对朝政策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尹锡悦发表的对朝政策演说的核心内容，那就是只要朝鲜采取实质性无核化行动，以及放弃开发核武，韩国就会对朝鲜做出一系列让步，包括推动朝美关系正常化、暂停美核联合军演、裁减常规武器，以及为朝鲜提供一系列的包括粮食、农业技术、医疗、基建、金融以及国际投资等方面的援助。由于这个构想当中包括了美韩2国过去未曾承诺过的东西，比如暂停美核联合军演、裁减常规武器等等，因此这个计划也被称为大胆计划。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大胆计划之所以难以被朝鲜所接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老大难问题，即究竟是朝鲜先弃核，美韩再给糖吃，还是美韩先给糖吃，朝鲜再弃核。由于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朝鲜认为美韩应该先给糖吃，朝鲜再弃核，而美韩则认为朝鲜应该先弃核之后，美韩才能给糖吃。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朝美双方之所以会在举行了2人元首峰会的情况下仍然无法解决朝核问题，根源就在于此。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朝鲜已经先行炸毁了宁边地下核试验基地，但美方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对朝鲜进行补偿，这就使得双方的互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了。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提出的这个计划看上去是很大胆，但是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与症结，所以朝鲜不太可能会接受。那您认为尹锡悦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这个促使朝鲜契合的大胆计划呢？没错，我觉得这才是个关心的问题。在竞选总统期间，尹锡悦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过，坚决反对时任总统文在寅对朝绥靖与和谈政策，因为这些年来，美国与韩国跟朝鲜的契合谈判只是在浪费时间，因此他执政之后将会以强硬的外交与军事动作来回应朝鲜的所谓挑衅。那么上任才几个月之后，尹锡悦却提出了一个比文在寅还要更加温和的和谈方案，这显然意味着尹锡悦的对朝政策已经出现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尹锡悦的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有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两大原因。在军事上，是因为尹锡悦非常担心朝鲜有可能会在近期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卫星近年来已经发现了朝鲜正在试图修复一度被炸毁的宁边核设施的迹象。假如朝鲜真的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那对韩国的人心以及尹锡悦的执政根基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地缘政治层面，这是因为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朝鲜与俄罗斯出现了急速靠拢的迹象。朝鲜不仅发表声明支持俄罗斯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政治主张，而且表示将派遣劳工前往当地协助重建工作。而普京在朝鲜的解放日向金正恩发贺电，建议两国共同努力扩大双边关系，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而除了俄乌冲突之外，最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导致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紧张，也被朝鲜认为是出现了有利于他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就判断，美日韩与中俄关系的紧张可能会为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创造有利条件。我认为这就是尹锡悦在对朝政策与态度上急转弯，转而出手想拉住朝鲜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尹锡悦终于意识到了，在对朝政治上，假如一味的强硬，只能迎来朝鲜更为强硬的回击。而朝方这次试射2枚巡航导弹，这告诉了尹锡悦，朝鲜不吃硬的，同时也不会吃软的。